话说刘备带着老百姓往南跑，曹操的大军像疯了一样追赶。刘备看着这么多父老乡亲，心里难受极了，坚决不肯丢下他们独自逃跑。这种仁义之心真是少见啊！刘备，我怎能丢下这些百姓？与其独活，不如与他们共存亡。没想到曹操的轻骑兵速度超快，很快就追上了刘备他们。这下可糟了，成千上万的百姓怎么能跑得过训练有素的曹军呢？情势一下子变得危急万分。只见曹军一冲过来，百姓们顿时乱成一团，四散奔逃，哭喊声震天。好多人被冲散了，场面一片混乱，简直就是人间炼狱，惨不忍睹。刘备在混乱中拼命抵抗，可是大势已去。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妻子甘夫人和糜夫人，还有小阿斗都不见了，这让他心急如焚，几乎要崩溃。刘备，夫人，阿斗，你们在哪里？快回来啊！赵云看到主公刘备如此痛苦，又听到家人失散的消息，二话不说，立即调转马头，重新冲进了曹军的千军万马之中。他下定决心，无论如何都要救出少主和夫人。赵云，主公勿忧，末将定要救回少主与夫人。赵云一骑当千，手持亮银枪，就像一条蛟龙潜入大海。他毫无惧色地杀入敌阵，只为寻找主公的妻儿。周围都是曹军士兵，但他眼中只有坚定。正当赵云冲锋之际，曹军一员大将挡住了他的去路。那将领气势汹汹，挥舞着兵器向赵云袭来，但赵云艺高人胆大，几回合就将其斩于马下，继续前行。曹将，哪里来的匹夫，敢闯我曹营，受死吧！赵云，挡我者死，我为救主而来。赵云在乱军中找到了一脸惊慌的甘夫人，他赶紧将夫人护在身边，但甘夫人却焦急地说：“糜夫人和阿斗在另外一个方向失散了。”赵云心急如焚，继续寻找。甘夫人，子龙，阿斗和糜妹妹在那边，快去救他们。赵云，夫人莫慌，末将这就去寻。赵云让甘夫人先行，自己又转回头，在曹军的包围圈里来回冲杀，寻找糜夫人和阿斗的踪迹。他知道时间紧迫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可能决定他们的生死。这时，又一位曹军将领看见了赵云，想要拦下他立功。赵云却丝毫不惧，他挥舞长枪，招招致命，再次将来犯之敌击退，他的勇猛无人能挡。曹将，这匹夫休想逃走，拿命来！赵云，鼠辈休要阻拦，看我枪法！终于，赵云在一处土墙边的枯井旁，发现了身受重伤的糜夫人，怀里还抱着小阿斗。糜夫人伤势严重，几乎站不起来了，看到赵云就像看到了救星。糜夫人，子龙，你终于来了，阿斗在此，我走不动了。糜夫人深知自己拖累赵云，为了不让赵云分心，她毅然决然地将阿斗交给赵云，然后转身跳进了枯井。这一幕让赵云惊愕万分，心如刀绞。糜夫人，将阿斗交给你了，勿因妾身而误了主公大事。赵云，夫人，不要啊！赵云悲痛不已，但他知道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。他含着泪水推倒了土墙，掩埋枯井，防止敌人侮辱糜夫人尸体，然后将阿斗紧紧绑在怀里，重新上马，准备突围。赵云，夫人安息，我赵云定保少主周全。怀抱着阿斗的赵云
就像一头受伤的猛兽，爆发出更强大的力量。他单枪匹马，在曹军中左冲右突，见神杀神，见佛杀佛，无人能挡他的去路。曹操在高处看到赵云如此神勇，在万军丛中来去自如，不禁赞叹道：“真乃虎将也。”他下令不许放箭，想活捉赵云，想把他收为己用。曹操，此乃真虎将也，传令下去，不许放箭，务必活捉此人。有了曹操的命令，赵云虽然没有箭矢威胁，但却被更多的曹军士兵包围。他一次又一次地杀出重围，又一次又一次地冲进去，如此七进七出，杀得曹军胆战心惊。就在赵云精疲力尽之际，曹军大将张合横枪立马挡在他面前。这可是一场硬仗，赵云知道自己必须速战速决，为阿斗杀出一条生路。张合，赵子龙，休想过去，拿命来！赵云，滚开！吾身负重任，岂容尔等阻拦？经过一番恶战，赵云终于击退了张合，身后的曹军也暂时被甩开。他抱着阿斗，浑身是伤，疲惫不堪，但眼神中却闪烁着坚定的光芒，终于看到了一线生机。赵云一路奔驰，终于在河边见到了主公刘备。刘备远远看到赵云的身影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当他看见阿斗还活着，更是喜极而泣，感动得差点掉眼泪。刘备，子龙，你竟然真的做到了！刘备抱过阿斗，深情地看着这个历经磨难的儿子，又转向赵云，眼中充满了深深的感激。他紧握赵云的手，感谢他冒死相救。赵云的忠勇震古烁今，永远被后人传颂。刘备，子龙之恩，备死而不能报，你是我最大的恩人。赵云，为主公效力，万死不辞。话说曹操大军来势汹汹，刘备带着老百姓仓皇逃跑，场面可乱了。大家拖家带口，哭喊声震天，根本没办法好好撤退。心急如焚的刘备真是束手无策。刘备，哎，这些百姓跟着我受苦了。就在这混乱中，刘备发现自己的妻儿都走散了，急得他团团转。只见赵云一身是胆，主动请缨，要回去寻找刘备的家眷，那份忠勇让人看了都佩服。刘备，子龙啊，吾妻儿何在？赵云，主公放心，我定把夫人少主找回。却说赵云一点都不怕，单枪匹马地往曹操大军的阵中闯。他骑着马，手持长枪，就像一道闪电，目标明确，就是要找回失散的少主阿斗，那气势真不是盖的。赵云在乱军中来回冲杀，到处打听，终于在乱七八糟的人群中找到了身受重伤的糜夫人，她怀里正抱着小小的阿斗。这一刻，赵云心里的大石头总算落下了。赵云，夫人，少主安好，我来救您了。没想到，糜夫人看着重围，为了不拖累赵云，毅然决然地把阿斗交给赵云后，就跳井自尽了。赵云来不及阻止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悲剧发生，心头一阵酸楚。糜夫人，将军，请保重少主，勿顾我。赵云含着悲痛，把阿斗小心翼翼地葬在怀里，重新翻身上马。他知道自己肩负着重任，一定要把小少主安全带出去，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再次冲向敌阵。赵云抱着阿斗，
单枪匹马在曹军里左冲右突，他一路杀出了重围，血战之中，长枪舞得密不透风。他那份勇猛，让敌人闻风丧胆，无人能挡。经过一番浴血奋战，赵云终于成功杀出了重围。他虽然浑身是伤，铠甲也残破不堪，但怀里的阿斗却毫发无损。他疲惫却又坚定的眼神，充满了对主公的忠诚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长板桥上，张飞正气势汹汹地守着。他骑着黑马，手持丈八蛇矛，怒目圆睁，大声喝退身边的人，准备独自面对曹操的大军。张飞，你们快走，休要在此碍事。没多久，曹操的大军浩浩荡荡地赶到了长板桥边。他们看到张飞一人一马守在桥头，虽然人数众多，但一时之间竟然都不敢轻举妄动，心里都犯嘀咕。夏侯惇，那厮为何独守此处？必有蹊跷。只见张飞大声一吼，那声音简直像晴天霹雳，震得山谷都在颤抖。他连续吼了3声，每一声都充满了威严和杀气，让曹军的战马都吓得往后退，乱成一团。张飞，我乃燕人张翼德也，谁敢与我决一死战？曹操被张飞这一吼吓得肝胆俱裂，连忙勒转马头，命令全军撤退。他身边的将士们更是被吓得面色苍白，慌乱不已，哪里还敢上前一步呢？曹操，速退，速退！此人勇猛异常。看见曹军被吓退，张飞这才松了口气。他没有恋战，而是迅速下令把长板桥拆断。这样一来，曹操就算想追，也只能望河兴叹，短时间内是过不来的。张飞，快将此桥给我拆了，断他后路。刘备一行人好不容易逃到安全地带，却睡赵云满身血污，终于带着阿斗赶了回来。刘备看到儿子平安无事，激动万分，却也气愤自己差点让儿子身陷险境，一时间情绪复杂。刘备，子龙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赵云，幸不入命，少主在此。刘备见阿斗差点害赵云送命，一时冲动把阿斗丢在地上。他心里其实很感激赵云，但也因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感到愧疚。赵云则是一脸恭敬，丝毫不敢居功。刘备，为汝这孺子，咸损我一员大将。赵云，此乃属下本分，主公切勿自责。经过长坂坡一战，刘备的军队虽然损失惨重，但总算保住了性命，继续往汉津口方向撤退。他们心里都清楚，曹操的追兵随时可能卷土重来，一刻都不能松懈。刘备，此地不宜久留，速往汉津口。就在刘备一行人疲惫不堪之际，前面突然传来了一阵锣鼓声。他们提心吊胆，以为又是曹军追上来了，没想到这声音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希望。士兵，主公，前方有声响。原来这不是曹军，而是刘琦带着他的江夏水军来接应了。更令人惊喜的是，诸葛亮也跟着一起来了。刘备一看到他们，心里的石头总算彻底放下了。刘备，军师刘琦公子，多谢你们。诸葛亮，主公受惊了，一切皆在掌握中。刘琦的舰队就在汉津口等候，刘备一行人终于可以安全上船，远离了陆地上的追杀。船队缓缓启程，载着他们驶向江夏，大家紧绷的神经也终于得以放松。这一场惊心动魄的长坂坡之战总算告一段落。刘备虽然损失惨重，但凭着赵云的忠勇，
张飞的威猛以及诸葛亮的妙计，他们终究化险为夷，有了新的希望。刘备，此番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诸葛亮，主公吉人天相，必能重振旗鼓。话说诸葛亮为了说服孙权联合抗曹，就跟着鲁肃坐船前往江东。他们一路上乘风破浪，看着长江两岸的美景，心里都怀抱着不同的期待和担忧呢。只见船只缓缓靠岸，他们终于抵达了柴桑郡，也就是孙权势力的核心区域。鲁肃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，因为他知道接下来诸葛亮将要面对的是江东一群出了名的辩才高人。鲁肃，孔明先生，我们到了，这就是柴桑了。鲁肃先带着诸葛亮来到驿馆安顿，稍作休息后，便准备去拜见江东的各位贤士。鲁肃再三叮嘱，希望诸葛亮能好好表现，替刘备争一口气。鲁肃，孔明先生，江东贤士众多，还请您多费心应对。诸葛亮，子敬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没想到他们还没出门，一位气宇轩昂的长者，名唤张昭，就带着一群学者主动找上门来了。这位张昭可是江东很有名的谋士，一开口就咄咄逼人了。张昭，久闻卧龙先生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非凡。张昭不客气地开口说，刘备那么有贤名，却一直居无定所，四处奔波，还把百姓害得流离失所。他质疑诸葛亮是不是没有真本事，才让刘备如此狼狈。张昭，刘豫州既有仁德，为何却无安身之处？张昭，莫非先生之才，言过其实？诸葛亮不慌不忙，笑着回答说，英雄的志向就像龙潜于深渊，不是一时的困顿就能磨灭的。他反批张昭等人只看到一时的失败，却不懂得大局。诸葛亮，凤凰岂能与燕雀同语？一时困顿，又何足挂齿？诸葛亮，公等只知守护之犬，何曾见千里之马？张昭被诸葛亮一番话说得哑口无言，脸色有些挂不住。他没想到这个年轻人嘴皮子这么厉害，一时之间，整个大厅都安静下来，气氛变得有点尴尬。就在这尴尬的时刻，另一位学者于帆不甘示弱，跳出来说，诸葛亮被夸得天花乱坠，但他辅佐刘备，却让刘备从未安定，根本是名不副实。于帆，孔明先生空有虚名，实无尺寸之功，岂不令人笑话？于帆，刘豫州流离失所，先生何以自圆其说？诸葛亮听了，气定神闲地反击道，孔明之所以未立尺寸之功，正是因为民主尚未得志。他巧妙地把责任推给时机，同时抬高刘备，让于帆也一时语塞。诸葛亮，凤凰不栖无宝之树，贤士不是无义之主。诸葛亮，岂能为匹夫俗子，而委屈自己？接着，又一位名叫布置的学者开口了。他问诸葛亮，管仲、乐毅都是天下奇才，诸葛亮常常把自己比作他们，那他辅佐刘备，为什么连个安定的地盘都没拿到呢？布置，先生常自比管乐，然刘豫州至今颠沛流离，是何道理？布置，若无时机，何来自诩？诸葛亮淡定地回答说，
管仲和乐毅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宰相，做的是安邦定国的事。而现在天下大乱，他的志向是要匡扶汉室，岂能只争一城一地？这让步至也无话可说。诸葛亮，管乐之才，安定一国；吾之志向，匡扶天下。诸葛亮，岂能以匹夫之功，论英雄之志？眼看着诸葛亮应对自如，薛纵接着提出挑战。他认为诸葛亮所谓的才能，不过是巧言善辩罢了，根本没有真正的治国之才，只是个耍嘴皮子的空谈家。薛纵，先生之才，不过是口舌之利，治国安民，恐非所长。薛纵，空谈误国，先生岂不自知？诸葛亮不客气地回击说，像薛纵这种只会抱着书本讲些老掉牙道理的人，就像村里的夫子，只能叫小孩。真正治理天下，需要的是谋略，不是文采。诸葛亮，井底之蛙，焉知天地之大？读书腐儒，安能是天下大事？诸葛亮，治国安邦，在于谋略，非口舌也。年轻的陆基，也就是以前那个怀橘怡亲的小孩，现在也长大了，也跳出来挑战诸葛亮。他质疑诸葛亮为何辅佐刘备这个知习范吕之人，而不是像孙权这样正统的汉室后裔。陆基，刘豫州乃知习范吕之徒，先生何以弃孙投刘？陆基，孙将军乃汉室苗裔，岂不更值得辅佐？诸葛亮义正辞严地说，刘备虽然出身贫寒，但他心怀天下，是真正的仁义之主。他反问陆基，一个连橘子都能偷藏的顽童，有什么资格评论英雄？此话一出，陆基羞愧地低下了头。诸葛亮，幼年偷橘，非君子所为，尔等岂知真龙隐忍之意？诸葛亮，刘豫州仁义为本，岂是尔等小儿能懂？随后，严俊也加入战局。他质疑诸葛亮口口声声说要辅佐民主、匡扶汉室，但这么久了，除了跟着刘备到处跑，有什么实际的功绩吗？严俊，先生空有大志，却无尺寸之功，如何服众？严俊，匡扶汉室，岂是纸上谈兵？诸葛亮不客气地回应说，大英雄的功绩不是用一时的胜败来衡量。刘备虽然暂时没有地盘，但他的仁义之心已经赢得天下百姓的敬仰，这才是最大的胜利。严俊也无言以对。诸葛亮，治世之能，在乎人心所向，非一时胜败。诸葛亮，仁义之名，胜过万里河山。接下来还有好几位学者，像是程秉、顾雍等人，也轮番上阵，提出各种刁钻的问题。但诸葛亮总能轻轻松松地一一化解，而且每次回答都把对方说得脸红耳赤。顾雍，先生之言似乎有些过于自信。诸葛亮，自信乃才能之本，岂可无之？在诸葛亮犀利的言辞和滴水不漏的逻辑攻势下，江东的这群名士们渐渐都没了声音。他们互相看看，有的低头沉思，有的面露敬佩，有的则是彻底服气，再也不敢多言。鲁肃全程都在旁边看着，他从最初的担忧，到后来的惊讶，再到最后的佩服，心里对诸葛亮真是服气的五体投地。他知道，这下说服孙权的事情可就更有希望了。鲁肃，孔明先生真是旷世奇才也。
鲁肃，幸得先生在此，大事可成。话说周瑜表面上装作热情欢迎诸葛亮，心里却盘算着怎么除掉这个聪明的有点过头的家伙。他让鲁肃去探探诸葛亮的口风，看看诸葛亮到底有什么打算。周瑜，子敬啊，诸葛孔明此人才智过人，不可不防。你去探探他虚实。鲁肃，都督所言甚是，速这就去办，绝不辜负所托。却说鲁肃奉了周瑜的命令来见诸葛亮，诸葛亮却故作镇定，一脸平静地和鲁肃聊着天。鲁肃看他这反应，心里也犯嘀咕，不知道诸葛亮葫芦里卖什么药。鲁肃，孔明先生，曹操大军压境，先生有何高见？诸葛亮，曹操势大，江东难敌，不如投降为上。没想到鲁肃把诸葛亮说要投降的话告诉了周瑜。周瑜一听，心里乐开了花，觉得诸葛亮果然是个怕死的书生。他立刻约见诸葛亮，想看看诸葛亮到底能说出什么好主意来。周瑜，孔明先生，你说该如何退却曹操大军？诸葛亮，何不派一人去江北，说服曹操退兵？此乃上策。诸葛亮假装帮曹操出主意，说只要送2个美女给曹操，他就会退兵。周瑜听了，脸都气绿了。他心里虽然动摇，但表面上还是坚决表示要抵抗到底，不能让敌人得逞。周瑜，曹贼岂可如此轻视我江东？我周瑜是与他决一死战。诸葛亮，原来都督心意已决，那便好。鲁肃看到周瑜被诸葛亮激得火冒三丈，意识到诸葛亮是故意为之。他赶紧将诸葛亮和周瑜的对话告诉孙权，希望孙权能看清诸葛亮的真正用意，不要轻易投降。鲁肃，主公，诸葛亮言语有深意，周都督已激发斗志。孙权，果真如此，那便不能轻视了。孙权听了鲁肃的话，心里虽然也有些触动，但曹操大军压境，势力实在太过庞大，他还是犹豫不决，于是召集了文武百官，想听听大家的意见，看看是战是和。孙权，如今曹操大军压境，诸位卿家以为是战是将？只见群臣中，以张昭为首的文官们纷纷站出来，极力主张投降。他们觉得曹操实力太强，硬碰硬无异于以卵击石，不如早点归顺，以免生灵涂炭。张昭，曹操势大，不可与之为敌，若降，可保江东百姓平安。众文官，张大人所言极是，当以和为贵。没想到诸葛亮一出场，就火力全开，将张昭的投降论批驳得体无完肤。他指出投降的种种弊端，让那些原本支持投降的文官们一个个哑口无言。诸葛亮，张昭大人之言，无异于自缚手脚，岂是保江东之计？诸葛亮舌战群儒，一个个辩驳过去，把江东的谋士们说得面红耳赤，无言以对。他展现出了惊人的口才和智慧，让众人对他刮目相看。诸葛亮，识君之路，却妄言投降，实乃入没世人气节。孙权坐在主位上，看着诸葛亮把群臣说得一愣一愣的，心里既佩服又感到一丝为难。
他知道诸葛亮说的有道理，但要下这个决心，真的太难了。孙权，孔明先生之言，句句珠玑，然此事还需从长计议。诸葛亮看孙权还在犹豫，知道得再加把火。他故意说曹操兵多将广，水陆并进，不可力敌，建议孙权早早投降，说得孙权脸色铁青。诸葛亮，曹操100万雄兵，江东兵寡将为，抵抗无益于螳臂当车。孙权，孔明先生此言何意？诸葛亮见时机成熟，便提及曹操写的《铜雀台赋》，说曹操打下江东，就是为了得到江东2位绝世美人大小乔。这话一出，孙权和周瑜都大吃一惊。诸葛亮，曹操攻打江东，实为大小乔耳，作《铜雀台赋》以明之。孙权，竟有如此荒唐之事！孙权听到诸葛亮提到大小乔，尤其是小乔还是周瑜的妻子，简直是奇耻大辱。他瞬间勃然大怒，因为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，而是涉及到他的家族荣誉了。孙权，欺人太甚，我与曹贼势不两立。周瑜在旁听到此言，更是怒不可遏。他向孙权分析当前形势，指出曹操大军的弱点，并力陈主战之力。他的话语坚定有力，句句敲击在孙权心上。周瑜，曹操虽众，实则远来疲惫，水土不服，正是破敌良机。周瑜看到孙权已下决心，便趁机建议孙权，如果有人再提投降，直接将其斩首。这既是排除异己，也是在稳固主战的军心，让所有人没有退路。周瑜，主公，若有再言投降者，斩之以正军法。孙权听罢周瑜之言，心中再无疑虑，他抽出腰间佩剑，猛地斩断面前的桌角，发誓绝不投降，一定要与曹操决一死战，保卫江东。孙权，吾已决矣，再有言降者，如此案。鲁肃见孙权下定决心，大喜过望，赶紧跑去将这个好消息告诉诸葛亮。他心想，诸葛亮肯定会很高兴，因为他的激将法成功了。鲁肃，孔明先生，主公已决意破曹，先生计谋神妙。没想到诸葛亮只是微微一笑，淡定地说他早就料到了。鲁肃看他这副模样，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心里感叹诸葛亮真是神机妙算。诸葛亮，哈哈，我早知孙将军必有此决，何足为奇？孙权随即下令周瑜为大都督，统帅3军，并点起江东精锐兵马，准备迎战曹操。整个江东都动了起来，战鼓擂响，旌旗招展，一场大战即将拉开序幕。孙权命周瑜为大都督，统帅水军，即刻点兵出发。周瑜，末将领命，定不负主公所托。至此，孙权正式与刘备结盟，共同对抗曹操。一场决定天下格局的赤壁之战，在诸葛亮和周瑜的智谋推动下，即将爆发。江东的命运将由他们来书写。话说曹操带领他的100万大军，浩浩荡荡地来到三江口，战船连绵数百里，气势真是惊人啊！他看着眼前的长江，觉得自己统一天下指日可待，满脸都是自信，仿佛胜利女神已经在向他招手了。这架势真让人生畏。
曹操，哈哈，我这100万大军，何人能敌？东吴小儿，还不速速投降？却说东吴的大都督周瑜站在高处远眺曹操的军容，心里可就犯嘀咕了。曹操的兵力实在太多，船只也训练有素，这让周瑜眉头紧锁，感觉压力山大。他深知这场仗不好打，必须想个万全之策才行。周瑜，曹操兵多将广，水军也非等闲之辈，此番确实难办啊。周瑜召集众将讨论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却都没什么好办法。曹操的水军有荆州将将蔡瑁、张允训练，十分精良，这让周瑜感到很棘手。他知道要赢这场较量，首先要解决掉曹操的水军优势。周瑜，蔡瑁、张允训练水军有方，此2人不除，我军难以获胜。众将，都督所言甚是，可如何才能除掉他们啊？周瑜心里盘算着，既然正面硬碰硬不行，那就得使点计谋了。他眼神闪烁，嘴角微微上扬，已经有了个大胆的想法，准备利用曹操多疑的性格来做文章。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心理战，也是他计策的开端。周瑜，曹操生性多疑，我正可借此施展一番计策。鲁肃，都督已有妙计，愿闻其详。没想到曹操那边出了一个人，名叫蒋干。这个蒋干自称和周瑜是旧识，自告奋勇要过江去说服周瑜投降。曹操一听，觉得这是个好主意，就批准了蒋干的请求，让他带着几名随从过江去了。蒋干，丞相，我与周瑜乃是同窗旧友，愿凭3寸不烂之舌，说他来降。曹操，蒋先生若能说降周瑜，我重重有赏。话说蒋干带着几名小厮，坐着一条小船，摇摇晃晃地就往周瑜的营寨驶去。一路上他还挺得意，觉得自己是个了不起的说客，能兵不血刃地劝降周瑜，那可是大功一件啊。他充满了期待。蒋干，周公瑾啊，周公瑾，你我旧事一场，何不弃暗投明，共图大业？蒋干到了周瑜营寨，没想到周瑜热情得不得了，大摆宴席，还故意让所有将领都来作陪。周瑜穿着华丽的衣服，说说笑笑，还跟大家夸赞自己的将士们忠心耿耿，搞得蒋干心里直发虚。周瑜，此役老友远道而来，我周瑜热情相待，你我今日不谈军事，只叙旧情。周瑜，诸位将军皆是江东虎臣，愿为我赴汤蹈火，忠心可见。宴席上，周瑜故意喝得酩酊大醉，拉着蒋干的手，说些糊涂话，还频频引荐自己的将领。他这么一闹，让蒋干根本插不上话，更别提劝降了。蒋干心里想，这周瑜真是个酒鬼啊。周瑜，来，子义老兄，今日不醉不归，这些都是我周瑜的左膀右臂啊。蒋干心想，这周瑜真是滴酒不沾的模样吗？怕是装的吧。酒宴散了，周瑜还假装亲热，拉着蒋干一起睡在自己的帐篷里。周瑜呼呼大睡，鼾声如雷，而蒋干却是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心里一直在琢磨着怎么完成任务，却又觉得毫无头绪。蒋干心想，这周瑜睡得真沉，我到底该如何是好？难道就这样回去吗？蒋干实在睡不着，就悄悄起身，借着月光偷偷摸摸地在周瑜的书案上翻找。结果他摸到了一封信，
信上写着蔡瑁和张允密谋要献上荆州，还约定时间要杀曹操。蒋干看到这信，心里一惊，这可是个大发现啊！蒋干心想，这不是蔡瑁和张允的亲笔信吗？他们竟然要背叛曹丞相！蒋干吓出一身冷汗，赶紧把信藏好。他心想，这下可找到大功了。他连忙装作若无其事地躺回床上，却是彻夜难眠，脑子里全是那封信的内容。天一亮，他便急匆匆地找周瑜告辞。蒋干心想，我必须马上把这封信带回去给丞相，这可是天大的军情。周瑜，子义这么快就要走了吗？不多留几日。蒋干火急火燎地赶回曹操营寨，一见到曹操，就气喘吁吁地把发现的密信交了上去。他眉飞色舞地讲述自己如何从周瑜帐中取得这封信，还得意洋洋地以为自己立了大功。蒋干，丞相，我此番过江，虽未说降周瑜，却带回了惊天密报。蒋干，周瑜帐中，蔡瑁、张允与他勾结，密谋献城投降，铁证在此。曹操看完信，果然大怒。他本来就生性多疑，现在又看到铁证，哪里还会去分辨真假？他气得拍案而起，怒吼着要立即处斩蔡瑁和张允这两个叛徒，根本不给他们任何辩解的机会。曹操、蔡瑁、张允，你们这两个反贼，竟敢与周瑜勾结，背叛于我！曹操，来人，将这两个叛徒推出去斩了，立刻执行。可怜的蔡瑁和张允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就被曹操的士兵抓了起来。他们想为自己辩解，却根本没有机会开口，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拖出去斩首了。这真是飞来横祸啊！蔡瑁，丞相饶命，我等冤枉啊！我们并无反叛之心。张允，丞相明察，这其中定有误会，请给我们一个机会。等到蔡瑁和张允的头颅落地，曹操的怒气稍微平息下来，他才开始回过味来。蒋干拿来的信破绽百出，而且周瑜的态度也太过巧合，曹操这才意识到自己中了周瑜的反间计，懊悔不已。曹操，无中周瑜之计也。蔡瑁、张允两人皆是水军都督，可惜。曹操，悔不该当日一时冲动，误杀了精通水战之人。虽然后悔，但人已经杀了，曹操也只好硬着头皮重新任命了新的水军都督。这些新来的将领对水战的经验远不如蔡瑁和张允，这无疑给曹操的大军带来了隐患。他心里很清楚，这仗会更难打。曹操，尔等暂代蔡、张二人之职，务必小心谨慎，不可有失。新将领，丞相放心，我等定当竭尽所能，不负重托。却说周瑜这边一听说曹操真的把蔡瑁和张允杀了，高兴得哈哈大笑。他对鲁肃说：“曹操果然忠计，自断臂膀。如此一来，我军胜利的机会就更大了。”他为自己的计谋成功而感到非常得意。周瑜，哈哈哈哈！曹操果然多疑，自简羽翼，此番我军胜算大增矣。鲁肃，都督神机妙算，在下佩服不已。曹操虽然后悔，但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指挥。但他那剩下的水军，因为失去了两位经验丰富的都督，变得有些混乱。新的指挥官无法有效整合船队，士气也受到了影响，整个舰队像一盘散沙。曹操心想，水军调度混乱，士气低落，这可如何是好？
将士报丞相，船只调度不畅，恐难与东吴一战。周瑜看准时机，开始秘密筹备他的下一步大计——火攻。他命令工匠们准备大量的火药和引火之物，船只也悄悄地进行改装，为即将到来的大战做足准备。这是他对抗曹操的杀手锏。周瑜传我将令，速速准备火药，将青州改装，火攻之计势在必行。将领末将领命，定不负都督所望。经过蒋干中计这一戏，曹操元气大伤，不仅失去了精锐的水军指挥，还消耗了军队的士气。而周瑜则信心满满，他的火攻大计已准备就绪，只等一个东风。三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赤壁之战即将拉开序幕。周瑜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曹操啊，曹操，你的末日不远了。